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非常欢迎各位来到这里参加由 Power Natural 国际有限公司举办的网上自由搏击大赛地上至强的记者招待会。首先，请本公司的制作总监凯伦小姐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，请大家随便问。这位女士，纽约体育报，请问这次举办的地上至强搏击大赛有什么特别呢？这是第一次全世界网络上同步转播的比赛节目，而本公司的目的是通过这次比赛，把世界各地武术透过网络来进行互相交流、互相切磋，利用现代科技，把传统的武术更加发扬光大，从而使新一代的运动员不但有更加强健的体魄，而且可以体会到良好的体育精神。下一位，那位先生，我是欧洲时报的，听说这次比赛是由 Champion 体育公司赞助的，是这样的吗？不错，这次的比赛除了有奖金之外，冠军还可以得到 Champion 体育公司的合约一份，成为该公司所有产品的形象代表。下一位，请说。娱乐周报，请问这次冠军的奖金是多少？冠军得到的奖金数目是500万美金。除了冠亚季军有奖金之外，所有的入围选手都会有3万美金的礼品，也是由 Champion 体育公司赞助的。另外，每一位上网收看的用户，他们呢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谁是冠军网上竞猜游戏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一会儿再问。现在我有问题。这次比赛特别邀请的5位选手入场。看到没有，金腰带，金腰带上马，你干什么你？就是你，冠军是我的，干什么你？快拉着我！就是这么一条大马路，金腰带属于我的，我是冠军。冠军是属于我的！大百姓警告你，绝对饶不了你！你们给我听着，无论是什么功夫，要求的都将是快、狠，还有力量。在擂台上，我会让你们领教一下厉害的脚法。呀，你这叫脚法？让你看看我的脚法，这才是真正的脚法。我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是真正的力量。这才是力量，在擂台上，你们都会变成这样。好了，请大家安静一下，请大家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相信记者朋友有很多问题想问我们的运动员，你们可以提问了。这里我有问题。这位先生，请问金潘先生对这次比赛有没有信心呢？武术是用来搏斗，不是用来表演的。他们比我优胜的地方，是输了之后可以去买这场表演。嘿，臭小子，你跟我说小心一点，是小心一点。小心我把你撕成2半，不是你把我撕成2半，是我把你撕成2半。请说。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。女孩子可不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呢？可以。当然可以了，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成为地上至强的话，我们非常欢迎他们来参加。那我可以报名了？当然了，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络你的。这几天还有没有其他女孩子来问过？她好像是第一个。这个我要查一查。不过呢，女孩子打搏击大概不会太专业。据我所知，男人看女人，并不是看她专不专业，而是看她有没有身材。美国华侨。请问唐小姐，唐迪威师傅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爸爸。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对手都是男人？那么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你，难道搏斗还要分男女性别的吗？但是男人比你强壮，你怎么打得赢？告诉你，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更加要来参加这次的比赛，给他们看。那你家人会不会反对啊？我想不会的。而且如果我赢了，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呢。喂，小妞，不要在这里捣乱了，回家去吧。如果你上擂台的话，我会把你像蚂蚁一样踩扁的。对了，每次最喜欢跟女人打了。
你来参加的话，那就最合他的胃口了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胡说八道的话，我就先揍你一顿，给大家看场好戏。怎么样？敢不敢？参进医院，相信会成为报纸头条。谁比谁牛啊？就会放在庭上，有话跟我打。 请坐。今年的设计怎么样？他们还没有给我一个肯定的概念。为什么？他们说想尝试一些新的想法。这倒是啊。现在太空时代，如果有什么新想法的话，我可以配合。啊，对了啊，新合约你看了没有？他们还没有给我送过来。现在外面的世道不景气，我想可能在条件方面会有一点这个。凯伦，我的合约一向你拿主意，价钱方面你觉得可以的话，我没问题。经济不景嘛，钱少点就少点喽。你明白就好了，我会尽量争取的。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忙吧，再见。再见。你好，尼克拉斯。凯伦，你忙吗？是啊，比赛就要开始了，一定要提起精神才行。关于上次谈的那件事情，我们已经开过会了，决定不希望再用麦斯做我们的形象代表。你也知道，这2年我们的产品在欧美已经稳坐第1位了。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之内打进亚洲市场，所以想换一个比较适合的形象来配合当地的宣传。放心吧，我已经物色了几个年轻人，开幕的时候你看看。好了，我相信你的眼光肯定不会差。谢谢，有什么事你找我，拜拜。进来。凯伦小姐，设计图已经出来了，他们在等你。哦，对了，走吧。各位午安，开始吧。好，你讲解一下。好的，请大家翻开第1页，上面有我们所有的资料，跟着请各位来看一看屏幕。这是比赛场地的初步的设计图。而在画面中间的呢，就是全场的指挥塔。在画面右边的呢，就是这个。这里就是由PowerNet Show国际有限公司举办的地上至强世界自由搏击大赛的比赛场地。在这边最高的建筑就是大会的控制中心，而整个比赛过程将会透过控制中心转送到各位的面前。也许是由于这次的奖金太过丰厚，所以吸引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搏击高手报名参加。但是主办机构呢，只接受50个人参加比赛。车先生，你也来参加比赛啊？是，表演一下你的拿手功夫吧。我是来比赛的，不是表演。你要想看表演，去那边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里有人。不要紧，你们这些记者真厉害啊！我躲到这儿，你都找到了。我叫唐宁。我知道，你是唐廷威师傅的女儿吗？你爸那么出名，谁不认识？你们这些记者就只记得我爸爸。哎，你误会了，我来这里是……请各位参赛选手到指定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走了。我们一起走吧。我也是怕了记者才跑这儿来的。我叫乔健。
也是你的对手之一。OK。法兰克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那个标志不要放在右边。知道。法兰克，把那个镜头移开，我不喜欢那个角度。知道。灯光部门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晚上我不希望出任何差错。凯伦小姐，伯门先生他们已经到了。哦，伯门先生，欢迎你们来到现场，欢迎。尼克拉斯。你好，凯伦。你好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可以走了吗？请吧。好的。 10秒倒数开始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各位观众，欢迎你们收看网乐国际娱乐有限公司主办的2000地上之强世界自由搏击大赛。 明天这个时候，将会有50位搏击高手展开一场空前浩大的淘汰赛。相信各位观众不会再怀疑这次比赛的可观性，它将带给你们精彩而刺激的表演。这个只有网乐国际娱乐有限公司才能做得到。如想成为我们的网络会员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powernatural.com， 而登记成为我们尊贵用户的网址是 www.powernatural.vip.com。 你将会第一时间得到所有的比赛消息。如果你还没有登记，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，记得 www.powernatural.com。 你住在哪个区啊？啊，你们应该向旁边来着，然后向右拐。你们的宿舍在那边。哎，在你们的房子前面呢，那里应该有个露台的。哎，让我看你钥匙。OK。对了，肯定没错，你们的宿舍就在那边。 就在 A 区的旁边，你们要是能帮我一点。怎么做呀？一坐就烂了啊！怎么住啊？你看这床又这么窄啊！我说的话他们不懂啊！有什么不懂？翻译好不好？非常清楚了。哦，知道。不像话吗？我知道翻译。在这个地方吗？啊，这个地方吗？哎，你看跟我讲是这边的啊 B 区。哎，你给我什么地区的？在哪边呢？哎，是这边吗？还是这边？对，那这个我在那边呢。 上这边，这走了。好。师兄，嗨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来比赛也不告诉我一声。走，出去谈吧。哎，啊，谢谢。 还生师傅的气啊？怎么说呢？上次全国各省的比赛，师傅派我去而不派你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。不过我跟师傅都很了解你，你的弱点是性格，而不是技术。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不给我机会。擂台上，不是技术能够解决一切，只有必胜之心，才是胜利的唯一保障。 师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以前我的确需要有人扶持，但是将来的路应该由我自己决定。对，师傅跟我都希望你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你看，今天晚上外面那么多人，可是到了明天，还能剩几个？是16个，也就是说消失了一大半。当然。 我绝对相信你不会是其中之一。加把劲儿，来，为我们再见面干杯！怎么，还带着师傅送给我们的手表？记得师傅送给我们手表的时候，你问了他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是吗？ 你问师傅，这块表很漂亮，是不是很贵？当时师傅就说，这块表是给我们看时间的，看我们什么时候能买一块更名贵的表。我一直记着师傅这句话。那次比赛赢了之后，马上去买了这块表。
第一，当是奖励自己；其次，也算是我对师傅的一种报答。我想早点回去休息。那你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见。用力，腿抬高一点，来，用力呀！右手，出拳，快点，快，用力。怎么像个女人一样，那么没用？接着来，右手，起来，再打，用力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 OK。 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 Max，镜头对着那几个女孩子，别总是对着那些男人，照顾一下其他的观众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
来了。现在才来。干杯！成功啊！哎，凯伦，跟大家说几句吧。好了，我知道大家今天都非常辛苦，但是我发现有个别部门还是出了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对不对啊，乔治？是乔治啊！不管怎么样，这么大的一个节目，就出了这么一点问题，已经很成功了。董事局和我都非常满意。太棒了！今天晚上大家都很开心，但是希望你们不要放松，比赛刚刚开始，有你们忙的了。各位辛苦了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看见没有？就是那小子。谁呀？他谁呀？玩武术的那小子。哎，他不行，他万一出了术，给我们当拳靶子呢。嗯，我可以坐吗？随便。请你喝的。怎么，算是道歉？那倒不是。今天早上是比赛，所以我不会客气。对啊。那为什么请我喝汽水？不为什么，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交的朋友了。原来就这么简单。嗯，是啊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过意不去向我道歉呢。哇，你们这些男人想事情太复杂了吧？你今天表现很好，一点都不像第一次比赛。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比赛？看得出来，这叫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哼，真会说。那当然了，你爸爸是高手，你也差不到哪儿去。怎么个个都只会说我爸爸？从来没有人夸过我。小健，在谈什么呢？我给你介绍，我师兄金帆。原来你们是师兄弟啊！你好，我叫唐宁。今天的比赛进步了，不过有的时候还不够狠。今天的淘汰赛，只不过是弄走那些陪衬的人。真正的比赛还没有开始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大意。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回去了。等等，我陪你回去。哦。晚安，师兄。走。如果你不想说，就当我没问过。我觉得你和你师兄好像合不来。也不算合不来，大家只是看法不同。又是大男人主义。为什么？哼，非要把白的说成黑的。哼。对了。刚才你说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如果决赛的时候，你的对手是我，你有把握赢我吗？那就看谁比较了解对方了。哦，你呀，说了等于没说。走吧。嘿，哎，来呀，进来呀！哎，进来坐啊！我正在逗我儿子玩呢，介绍你们认识啊。坐，别客气。哎，儿子，我的新朋友，将来也是我的对手，打个招呼吧。我叫阿健。嗨，我是唐宁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雷克，我爸爸是超人，你们绝对打不过他的。雷克，不许没礼貌。我是麦斯太太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你好。我看过你们的比赛，很精彩。嘿，那我呢？你光看人家不看我？怎么会不看？你儿子看了直鼓掌，还跟同学说那是我爸爸，他一定会拿到冠军的。你们这么说可会把我宠坏的。丑话说在前面啊，到时候我拿不回冠军来，我可会赖你们的。爸爸一定是冠军。告诉他，谁才是地上至强？也是我爸爸。对，说得对，跟爸爸击个掌。好了好了，爸爸要休息了，跟大家说再见吧。
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我爱你们。哦，真是个幸福家庭，太令人羡慕了。一生儿女债，半世老婆奴啊。各位选手注意，请准备。10秒倒数开始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根据今天的网上投票，最受欢迎的还是那几个，但是支持唐宁的人数多了3倍，其中大部分是女性观众。排位表出了没有？出了，江帅，我们要排位表。好，马上就有。这是谁编排的？哦，这是电脑的排位，是根据上一场的比赛每一位选手的速度、力度、击倒的人数做出的最合理安排，而且他们每一对的实力都很平均，甚至连肤色都相称。那你觉得哪一场最好看呢？如果说精彩是麦斯对金帆，而讲到娱乐性，那一定是唐宁对伯克门了。哦，那就是说其他比赛的上网率会低喽？我同意每一场比赛都要吸引人，但是观众想看的东西，我们不一定要一下子全给他们看。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呢？电脑灵不灵活，就要看你怎么样去运用它了。叫他们准备好宣传稿之后，尽快发出去。什么事？蔡小姐，麦斯找你。哦。你好，麦斯，有事吗？哦，没什么，想看看你忙不忙，顺便跟你聊一聊。关于合约的事吧？是啊，8强都定了，不会有问题吗？麦斯，老实说，我们合作了那么多年，我也不怕告诉你。的确是有点问题。尼克拉斯想换新人，他怎么现在才说呀？早说晚说，结果都一样。不一样啊！如果你早跟我说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来参加比赛的。那打下去也没有意思嘛。观众希望看到你出赛，那就说我还有价值了。我希望你明白现在的环境，他们希望打开亚洲市场，所以形象方面一定要适合亚洲人的口味。
想要新的形象很简单，只要打赢我就行了。如果他们拿不到冠军的话，就算是新的形象有个屁用啊！麦斯，他们是做生意的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冠军无所谓，看开点儿，别那么固执。我会想办法尽量帮你多争取一点。出拳，用力，不行不行，再来，别抬高一点啊，用力，好，出拳出拳，还一点，抬高，再来，用力，嗨，嗨，怎么还没睡啊？是啊，闷得慌，出来走走。你看，人家的勤奋。你也是，好像志在必得。输赢并不重要，主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，看看自己的实力怎么样。只想试实力这么简单？要是我走运让我赢了，赢了怎么样？我要开一间功夫学校。不是，是功夫学校连锁店才对。连锁店，就好像快餐店、超级市场那样。全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我的功夫学校，这也算是突破吧。说点关于你的事来听听吧。你想知道什么？说说你和你师兄之间的事吧。你们好像有点不和。你怎么知道？女性的第六感。不错，我和师兄一起长大，一起学功夫。我们是有意见分歧，但不是仇人。师傅明知道我比他好，但是那次全国各省的公开赛，他没有派我去。等师兄得了冠军之后，就开始用师傅的口吻来教训我。我尊重他是我师兄，但是我要他明白，他拿到冠军是因为我没有去，而不是我不如他。所以你要来参加比赛，从他手上再夺回冠军。任何人比赛都只有一个目的，赢。如果我得第二，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对我来说，第二和最后一名没分别。虽然我不赞成你的说法，但是我尊重你的看法。今天晚上的星星特别亮。我小的时候，每次看到星星，就会想到一个问题：要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看星星，它会不会大一点的呢？太异想天开了吧！要是这次得不到搏击冠军，倒可以试试做登山皇后。有可能的，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样下去你怎么跟人打呀？脚又不够狠，出拳又不够快，快起来，接着练，听见没有？谢谢。好了，8强已经诞生，你怎么安排？这很简单，你要的是亚洲市场，8强中有4个亚洲人，其中唐宁还是个女孩子，而且很吸引人。你们需要一个女性代表。叉猜是个泰国人，市场不算小，但是比起中国那就差远了。剩下的就是乔健和金帆，拥护他们的人也最多。用他们中国人的身份塑造一个亚洲之光、地上至强的形象，这样容易被人接受。亚威。
待会儿我用这招就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。来吧，看情况，我要改变战略了。来呀！起来呀！10秒倒数开始，9、8、7。哎，先生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不喝。 起来，不能输啊！再打，再打！
你是怎么搞的？怎么会输给那个泰国人？你知道你输的太愚蠢吗？你有实力，有技术，赢他绰绰有余。但是你缺少的就是必胜之心。师傅一直担心的就是你这种性格。没错，武术家是要有仁义之心，但是不是在擂台上用的。比赛除了讲技术之外，还要讲个人原则，坚持我的原则。因为一个没有原则的武术家，只是一个职业打手。比赛的目的就是要赢，如果他怕受伤，就不应该来。难道让我看着他死啊？那怎么样？胜利必定是建筑在别人的失败之上，没有人输，怎么有人赢啊？胜利和失败都要付出代价。阿健，其实我很希望决赛的对手是你，让我证明给你看，你错在哪里。不过，无论如何，我做师兄的都替你觉得可惜。可不可惜，见仁见智。别自欺欺人了，一个参加比赛的人都会认同，第二和最后一名是没有分别的。如果说有，就是失败者用来安慰自己的借口。你那么执着，我也无话可说。这块手表对我来说曾经是一种奖励，现在当是师兄对你的鼓励吧。打完这场比赛，要更加努力，打好4强。肖先生，谢谢你。他会珍惜这个机会的。用不着谢我，我并没有让他。胜败是我自己的决定，好好努力吧。肖先生，你的手表送给他吧。哦，不，太名贵了。再名贵的手表也只是用来看时间。希望他找到自己的价值。再见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，但是我还是要说。没事。大家都觉得你输的不值，一开始你不留手就好了。有的事你没有经历过，是不会有那种感受的。记得小时候，师父派我去参加一次全国少年公开赛。我的对手叫张春仲，他比长得高大。我为了要赢他，毫不留情地打，最后我终于赢了。但是他瞎了一只眼。快救护车！那只不过是意外，很多运动都会受伤的。但是和你亲手造成的感受完全不一样。在比赛之前，我认为得到冠军是最重要的。但是伤了他之后，我宁愿自己没有参加那次比赛。我不要用别人的一生来换我一次的冠军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呼吸啊？也许师傅是对的。他说我一天克服不了这种心理障碍，就不应该上擂台。本来我想用这次比赛证明给他看，他对我的看法是错的。我是可以克服这种心理障碍的，但是我失败了。
真没有想到乔健会这样输给那个泰国人。不过网上的反应就很好，人们把他当英雄，发了很多电邮，他成了红人了。怎么也算是输了。之后排位怎么样？哦，对了，现在剩下的4强是麦斯、金帆、唐宁和叉猜。电脑的排位是叉猜对唐宁，金帆对麦斯。把排位对调一下，让金帆对叉猜，而麦斯就对唐宁。这个排位太好了，更加吸引人了。金帆年轻，麦斯有经验，让他们2个比，真是棋逢对手啊。这个问题是其次，你想想，如果唐宁打赢叉猜，金帆打赢麦斯，那到了决赛的时候就会是金帆对唐宁。你告诉我，这样一个打女人的冠军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明白了，那去安排啊。好的。合约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没想到吧？我来恭喜你。根据网上的投票，你是我们的选手当中最受欢迎、呼声最高的一个。是吗？你不会高兴的忘记请我进去坐了吧？啊，对不起，请进。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你很有机会成为这次地上之强大赛的冠军。这张象代表的合约你签订了。对不起，原来你有朋友在这儿。我知道大会有规定，但是……哦，不要紧的，我去跟保安说一声。你只需要补填一张表格就行了。我的好朋友合伙人马丁。谢谢，李凯伦。你好。你应该为你的朋友感到高兴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解释一下？对不起，凯伦小姐，我是 Life Sport 公司的代表，我们正在谈关于合作的问题。我想你应该很清楚，你签的那份参加比赛同意书，上面已经写得很明白，什么事你可以做，什么事你不可以做。也许你有点误会，我们不是谈代理人的事，只是金先生参加比赛之前拍了一部关于运动的电影，这部电影的版权现在被我们公司买下来了。根据我们律师的意见，金先生并没有违反同意书。有没有违反同意书，不是你说了算。我想这个应该由法官来决定。凯伦小姐，关于这一点，我绝对同意。不过凯伦小姐也知道，打官司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。花钱而已。Life Sport 是一间大公司 ，Polaris 公司规模也不小。你既然想玩的话，那我们一定奉陪。我就说这么多，其他由你决定。金先生，访客的规定你知道。阿弗列多，通知警卫室，马上把他带出去。是，去坐吧。别忘了把镜头对准。还有表公布了吗？更有公布。谢婷婷，全给我停下来！我不会让他破坏我这场节目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去干活？我们可以取消他的资格。用什么理由？我不想浪费钱跟他打官司，而且他被我们取消比赛资格的消息，很可能会比麦斯打赢了叉猜更加令人感兴趣。把叉猜档案给我。叉猜的档案？对，所有的档案。是。快点去啊！是。叉猜泰国人，生于82年3月14日。14岁的时候加入泰国拳坛，得过2次亚军，1次冠军。报名日期2000年3月14日10点05分，是用电邮报名的。等等，从哪儿发的电邮？泰国曼谷。取消他资格。为什么？他虚报年龄。他并没有虚报，报名那天他刚好18岁。问题就出现在这里，泰国的时间比洛杉矶快13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在他报名的时候。以这里为标准，还不到18岁，真可惜。所以他的报名是完全无效，我们不会追究。但是他不可以再继续比赛下去了。那么他之前得的奖金怎么办呢？再加30%，然后安排他回泰国。他的位置由谁补上？那当然是最红的那个。陶健。我想，就算他肯打。或者是赢了麦斯，有把握赢金帆吗？如果我是 Life Sport 公司的老板，我想我宁愿选择用一个有观众的亚军，也比用一个打女人的冠军好。不然我得花多少钱才能改变他的形象？我是说我不会再打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打呢？
很简单，那场比赛的确是我输了。我觉得你们这么做对差赛不公平。你等等，首先，差赛他真的是虚报年龄，报名的时候呢，他还不到18岁。就算他赢了，也无法履行合约。其次是你和差猜的那场比赛，我们收到很多观众的投诉，认为输的绝对不应该是你，所以我们一致决定由你补上。谢谢你那么商业的决定。不过我是一个拳手，不是一件商品，更不是你们的工具。错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商品，都是工具，所以我们都有不同的价值。你可以说我是为公司赚钱的工具，但是我认为这个叫合作。如果你认为这个叫利用，可以，那我们就要保持自己最高的利用价值。他说的对，你也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来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。阿健，我真搞不懂你想怎么样？人家给你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居然放弃，你说不要？我可不一样。明知道不能赢金帆，但是我对自己说，10分钟嘛，只要我在擂台上可以挨过10分钟，我就已经当自己赢了金帆。不可能的，我师兄不会让你在台上超过1分钟。你这么说，我就更加要证明一下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得到。真的输了又怎么样？不过证明我没有资格做搏击冠军而已嘛。乔健，你可不可以看完我的比赛再走呢？万一我撑不住，也有个人帮我举白旗投降啊。乔姐，要是你怀疑我的诚意，那我也无话好说。但是，如果你怀疑自己的实力，那我也没本事再叫你比赛。现在排位表已经上了网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就这样。我真的很佩服你，明明知道结果，还有勇气站上去。我觉得你已经赢了，输得漂亮点。够漂亮吧？再见了。上车吧。川菜。上车吧。对他来说，也许是好事。为什么？他可能不喜欢打拳，就像我。我小的时候，爸爸在拳馆里做打杂，我是跟着爸爸长大的，所以呢，能够学到的东西只是打拳。其实我的愿望是做医生，但是家里面穷，所以我爸爸告诉我，如果我要生存的话，就一定要依靠我的本能。哼，真好笑。我本来是想做医生救人的，现在却靠打人赚钱。那你也得到了你应有的东西。应该得到和想得到的是有分别的。我现在有钱，但是没时间了。那个泰国人，他很年轻，还有很多时间让他去选择。年轻人，不管你参赛的目的是什么，机会在面前就别放弃。希望在擂台上看见你。啊，你们俩突然这么认真，我真有点受不了。能不能跟你谈谈关于阿健的？是。我想我不用兜圈子了。他放弃这次机会，你不觉得很可惜吗？
我想他自己也知道。就是啊。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来说呢，我觉得很可惜。所以希望你好朋友的身份劝他继续比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真的很奇怪，你现在说的这番话，是真的觉得浪费了阿健呢，还是担心你的比赛？比赛需要人才，但是人才也要有机会才能表现，这很公平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他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。过去发生的事，就算我劝他也未必有用。这样啊，到底什么事啊？也许我能帮他。不可能。好吧，那我不勉强你了，打扰你了，再见。阿法杜，我要乔健的个人档案，越详细越好。我想甚至可以从他出事的那天开始。丹妮，小心点，不要硬撑。我不会有事的。1到10分钟，你通知我。依我看，他连3分钟都撑不了。我对这个女孩子很有信心。10秒倒数开始。9。你把网上调查报告拿给我。好的。7、6、5、4、3。咖啡，谢谢。2、1。
边救人。哎，不能过去！先生，你不能过去，过去！这里是比赛场地。康宁，我们已经拦住他了，认输吧。有没有10分钟？阿健，哎，你怎么样？我不要紧，我休息一下就行了，不用担心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正在想，你这么做值不值得？你不觉得被人家利用了吗？你知道吗？被人利用，你也要有被利用的价值才行。每个人都是工具，有没有人肯用你，还要看你好不好用。你承认自己是一种工具？不止我是，你也是。不过，当你处于不同的位置，那么你就变成一颗钉子，或者一把锤子。经过这次比赛，至少我证明了自己现在还没有能力开功夫学校连锁店。那么，凯伦，是不是我用来了解自己的工具呢？就算做工具，我也有权选择，做钉子还是做锤子。你怎么选择？我宁愿做锤子，起码可以主动点。威力再大的锤子，在没有钉子的世界里，锤子又有什么用呢？你应该想一想，因为有锤子的冲击，钉子才能发挥它的作用。所以，我们大家都是对方的工具，对不对？嗨，你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乔健，有个你想不到的朋友想跟你谈呢，帮我接过来。你好，阿健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我是张春仲，很久不见啊！我儿子不信我认识你，还跟你打过比赛呢。啊，对了，他们把你的事告诉我了，想让我跟你谈一谈，或者对你有些帮助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如果说过去的事对我没影响，那是骗你的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有老婆，有儿子，还是一家眼镜店的老板，日子过得很开心。有机会啊，还要多开几家。过去的事别放心上，有机会就千万别放弃。我等着你拿冠军呢。好了，后面再说吧，再见。相信我，不是我告诉他的。乔健，可能你会怪我这么做，可是我希望你明白，别人都可以原谅你，为什么你不能原谅自己呢？你们用不着再说了，我决定参加比赛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没问题，我们可以谈。如果我拿到冠军的话，我要双倍奖金。如果只是这个条件的话，我可以拿主意，我马上叫人去准备合约。你好好休息吧。嗯，谢谢。你学东西挺快的哦。做锤子就要做个值钱的。还很主动呢。
是张春仲令你改变主意，还是你自己想通了？真正影响我的是你的比赛，你的斗志让我很惭愧。10秒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我知道你很不开心，也谢谢你没在外面令我难堪。我不是给你面子，是因为我没脸站在外面。你把我当什么？谁羡慕我？要谁赢就谁赢，要谁输就谁输。OK， 对不起，我做了这样的安排，没有事先通知你是我不对。可是你应该明白，对你来说这是一场比赛，对我们只是一个节目。但是我觉得自己赢得很卑鄙。卑鄙对你是一种感觉，对其他人来说只是一种手段。希望你不要介意这场比赛是怎么赢的，因为胜利本身就是一种光荣。你不明白，我不会怪你。但是我很奇怪，麦斯居然肯这么做。不要用你的标准去衡量这个世界。有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一些他根本不想做，但是又一定要做的事。我相信麦斯可以给你答案。进来，进来呀！我真的很佩服你，你居然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尊重你，因为你是很多观众的偶像，也是每个参赛选手的目标。但是我万万想不到，你竟然同意打假拳。我看你以前的比赛，你不会告诉我，你以前得的冠军都是经过他们安排的吧？你住嘴！我所得到的冠军是我一拳一拳打回来的。
你绝对不能够侮辱以前的麦斯。我也不想这么说，是因为你的行为叫人看不起。只要是公平的比赛，我不介意会输给你，反而会更加尊敬你。你，阿健，一名拳手在擂台上要赢并不容易，想让他输就更难了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想的是创造自己的事业，我想称霸拳坛，但现在家庭就是我的事业。每当我打倒一个对手，我就担心下一个会轮到我。我已经41岁了，我只是想找一个适当的时间、条件和对手，然后退出拳坛。理想会随着时间改变的，但是生活必须得向现实低头。我不介意你留下来，但千万别在我儿子面前教训我。嗨，亲爱的。很失望吧？麦斯，我不准你这么说。从你得到冠军的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会有今天，因为没有任何人是永远的冠军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都以你为荣，包括今天的比赛，我们为你感到骄傲。我能够有那种勇气，其实全都是你们给我的。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亲爱的，能够听到你这么说，我觉得冠军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没有时间陪你们，我一直感到很对不起你们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做一个丈夫和父亲中的冠军。爸，那么我要告诉我的同学，我爸爸不是冠军，是冠军爸爸。雷克，你真乖。麦斯也曾经是叱咤一时的人物，到今天他要做出这样的决定，证明胜利并不是永恒的。你不会又改变主意了吧？我并不要像麦斯那样叱咤风云，但至少要完成这次我来的目的。大家准备1分钟。凯伦小姐，来捧场吗？凯伦小姐，法兰克，准备好排位表。我来是想跟你谈，什么事都好商量，相信我们会达成协议。 1分钟能达成什么协议？我们可以合作啊，共同使用条件，条件由你开。条件它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。你对条件真的这么有信心？你要知道，世事难料。15秒。就好像你看好金帆一样，如果没有把握，我想我早就联络你了。比赛没结束，没人知道结果。9。是吗？赌一局吧。8。那我们的赌注是多少？1块钱。那好，看看我们的眼光。一言为定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3、2、1。 1、
胜利必定是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之上，没有人输，怎么有人赢啊？原则就是原则。让我证明给你看，你错在哪里。大家都辛苦了，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休息和等你们的奖金。好了，先别太高兴，因为你们很快就要回来开始你们新的工作。怎么样？在想怎么包装你那个打女人的新冠军吗？哦，对了，你赢了。Hello， 嗨，劳伦斯先生。对不起啊，当然有时间了。我非常高兴你欣赏我的计划书，你有兴趣吗？你放心，我们每一个表演都不一样，我保证下一个计划更精彩。